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来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在这一场中美贸易战，我们要赶快来带观众朋友关心的是这一回哦，川普在贸易战中是学中国了吗？我们来关心的是他把他们的重要产业给国有化，并且呢要来拼稀土，同时间在粮食方面，他要封杀来自于中国大陆进口的这个豆油哦。习近平的部分则是早就已经布局了全球的矿战，今天要来关心这一场中美之间的镜像对决，谁输谁赢？今天节目一开始的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第一条，美国现在是在反中没有错，但是却学中国，在产业的制度上，川普说了喊自由市场，却是把产业收归国有，也设置了这些产业在购买的价格上面的最新下限，控制市场，这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选前他的政治秀呢？第二件事情是现在稀土战已经升温了，美国但是在这个状况下能够摆脱来自于大陆吗？尤其美国政府现在又入股了他们自己的这一间稀土公司，能够稀土真的做到独立吗？尤其没有中国大陆的精炼技术，美国能够撑多久呢？今天也会关心。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到这个粮食战开打，中国现在拒买美国的大豆，川普则是怒封锁来自于大陆的食用油的贸易，双方在拼这个粮食战，到底谁会先认输呢？今天都会做一次的解读。我们来赶快关心最新消息哦，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为了对抗来自于中国在稀土上面的限制，现在川普双管齐下，他打的就是稀土战，同时也打粮食战，两个重要的策略。第一件事情在产业上，我们看到他把他的战略产业全部都是国有化了，尤其他特别宣布了美国的7大关键产业，接下来都会由政府来做比较严格的管制，从稀土相关到半导体、药品、钢铁，全部纳入在战略的管控当中。因为贝森特是这样讲的，他说面对像大陆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对手，它是属于非市场的经济，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实施全新的一个产业的政策。美国这一招被视为是真的吗？是学大陆的国家资本主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学得来吗？打得赢吗？今天也会关心。第二件事情是美国的第二招，它设定了这个价格下限，为接下来的稀土、钢铁等原物料设了一个所谓的保底价，防止大陆用恶性的低价来垄断市场。这是来自于美方的说法。他说，北京过去20年就是靠这样的手段降低价格，把这些外国的竞争者都赶出了市场。如今美方是要反手来封杀这一种策略，所以最新的一个具体实例就是在今年7月份，大家还记得吗？当时美国去入股了 MP Material 啊，这个国防部跟这一间公司7月签下了协议，政府除了入股之外，还有设定了这个下限的价格保证金，还有会规定一定会做长期的购买，等于是美国正式进入国家互矿的时代了。节目一开始要请教聂老师怎么看了？川普一边是骂中国大陆的非市场经济，一方面又在把这些国有化入股、价格下限全面的来控制产业。这个不就是大陆的那一套资本市场国家主义吗？美国学得来吗？聂老师怎么看？对，我跟你讲，我从小大家就有讲过，当你共产主义走到极端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走到极端就是共产主义。真的，现在开始这个 chemistry 正在发酵。我先讲一下 Besant 讲的说，中国这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请问定义一下 definition， 什么叫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吗？还是什么？我跟你讲，中国也没有市场，也没有非市场经济，他们要的市场经济叫做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对，他们是共产世界，他们由集团决定，他们的5年计划就规划未来，所有东西稳抓稳打，这步步为营。你要学它很难学啊，所以你要学它那招太难了。我现在讲，他有招学招。他不是一直在打西洋拳吗？那个拳一直打，而且那个拳很简单，就一招叫做 tariff 关税。他现在又多了几招了，为什么呢？他发觉只打关税打不赢，那个拳打了人家逆来顺受，太极拳一下嘣一下又回去，突然一个稀土招，突然一个锂电池招，未来还有这个硬材料招，他会吓到，所以他说我们要从别的地方来做学他们。可是你要知道
今天呢，它原来是主打者。以前这个我讲对岸我们的中国，它是从1.0版到2.0版是被打者，被打以后呢，当然它忍气吞声。我觉得现在他们以牙还牙似的奉陪到底以后呢，他们招式很多都隐藏性的嘛，你知道神秘最美，很多东西美国看不到。它一招一招出来以后，美国才发现，特朗普关税打不动，其他的用霸权、霸道、霸凌也做不了。去用我们的友邦联盟，其实这还是有效了。像巴基斯坦最近就是出卖了这个中国嘛，对，你知道这巴基斯坦出卖中国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怕的，他把技术出卖，所以中国才会丢61、62号公报。这个公报除了要抑制美国，主要是克巴基斯坦。好，现在重点就是美国发现不对，所有招都不用，只能用它的经济招式。可是这招矛盾百出。我跟你讲一个，什么叫价格下限？你要对稀土科价格下限。经济学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叫做需求或供给产量的价格弹性。请问一下，如果价格弹性很低，就是价格变化了，它还是需要的东西，你设下限干嘛？像稀土。美国不需要吗？设下限一定要卖贵，不要买你稀土，你稀土不要进来。美国不想要稀土吗？美国不是想要稀土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必须说明，美国真的是经济学家到底到哪去了？这财政这个 Bessent 到底是学什么的？那政府这个首领这个川普不要讲了，他随便就抓了一个关税很奇怪的数字，一个不合理的作弊的模就出现。我现在要讲的，他这个是错误百出。第一个，什么叫做价格下限？你只能说对传统产业，像电动汽车，中国真的是已经当平到全世界。这个那么严重的，当然这个所谓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大，就变一个价格你就会。不要这个才要自己嘛，或者设下限不让你进来。你对半导体、对稀土设，这个其实有违反我经济不管说我是不是专家，一个学理的一个基础理论啊，我觉得很怪。所以美国现在打的我都觉得听不太懂，除非是媒体啊这个转翻译错误。那么当这里面还有非常多的问题哈，我就在想说。到底美国现在学中国想学哪一套？因为中国学美国学得很仔细。你看光那个晶片在华为的时候刻它，只要有这美国技术的0.1，它就颗粒，它就学你一样的嘛。稀土只要它0.1的技术就颗粒。那这美国刻了港口费，对不对？发觉全世界船都是它的，就刻它的特别港口费。中国也会学啊，就来了一个，你没有船没关系，我刻你。大部分国际的资本市场的资本家的事业都是你有美国持股，只要超过25%以上的美国企业持股的船运一来，美国全部都傻眼，每一招都被打，这才叫学习。你现在学的又学的四不像，所以你说他这个资本主义要走到什么未来，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川普现在有点慌了，他找的中心内阁也都不是很专业，因此他的中心内阁在拟定出的政策可能没有那么的有经济基础、经济学理论，去给一个最好能够让他们不管是打赢或让世界的经济能够和缓的一个好的政策。好，所以我们看到美方这一次是有样学中国，这不过是学的四不像啦。那现在针对稀土还设了下限，希望能够独立，真的做得到吗？尤其是晶片技术现在掌握在大陆手里，厉将军怎么看？那我觉得美国现在来讲的话，川普发现说很多的他国家安全的战略的产物，必须在国家必须要适时的介入，跟这个具有它的股权。我们从 Intel 来讲，美国也要参加股份哈。那这次稀土来讲，它也要参加股份。那我们可以称之为具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哈，就美国开始要加入这些国家产业。但是你稀土这项东西哈，你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够完整的提炼技术？那我认为说是中国稀土的提炼是从邓小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个研究这个稀土提炼的技术，所以那个时候邓小平讲过一句话哈，这个美国有晶片，我们有稀土，那时候他就讲过这种话。那反观美国来讲的话，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认为稀土提炼具有高环境的污染，那时候它就停止。那距离现在已经10年了，所以大家评估，如果说是美国在稀土提炼的技术，那不管从开设工厂到提炼的技术哈，真的能够达到中国这种提炼精炼的水准，那可能要有10年的时间。他们是依据他们2015年提炼到现在。那之所以说美国将稀土设定价格下限，也就是说你要买这个稀土来讲的话，最低你要多少钱来买？我觉得这种行为在商业上面来讲的话，等于是说挥刀自宫，自己这个断了自己的生路。以后这个你要相信，这个商业上面来讲的话，当然是自由市场，一定是说这个什么地方便宜，我跟什么地方买嘛。
那你美国自己设定自己的价格的一个下限，那你是不是要求自己一定要用比较高的价格来购买这个相关的稀土？关键是说你设定这个价格，你都还不见得买得到，那更何况说是你用更高的价格。现在我觉得稀土这一招大概已经将美国打得很痛。然后美国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他后续来讲，川普我们看到他态度已经放软了。究竟在月底这个习川会到底会不会谈到这一块，我们拭目以待。好，我们刚刚看了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税战，重点之一就是这个稀土战哦，打得如火如荼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粮食战。粮食战的方面，大陆拒买美国的大豆嘛，从7月份开始是直接降为0啊。那美国的这个农业已经损失了大豆至少数十亿美元这么高的金额，川普在这个时候就痛批了大陆的行为叫做经济敌对行为，所以他说了，接下来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就是针对你跟你中国大陆的食用油的贸易，我们要完全的把它给全部中断。尤其其实呢，这个豆农啊，美国的豆农是很痛恨大陆的这个进口的这个所谓的食用油的，因为2024年的时候，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食用油创下新高了，引爆这些中西部的农民怒火，他们抱怨大陆抢走了他们的市场。所以呢，这一次川普祭出这样的一招，大家就在说，是不是为了自己的期中选举的选票考量，所以做了这件事情，让农民可以高兴呢？那另外一方面，确实现在大陆在粮食战上面是有一些为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现在到年底到明年初，大陆其实还是需要大量的黄豆的，大概达到800到900万吨。但是呢，两个重要国家，第一个美国，它现在跟他打贸易战，不能跟他买嘛。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巴西豆的价格却是不断的每月几乎都在升高，所以现在只能靠阿根廷或者是中国大陆自有的国家储备来撑场。这一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从稀土打到粮食，到底谁的底子比较厚？接下来大陆在黄豆方面会怎么来做因应呢？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是一个粮食不对称作战，不是？因为目前来看的话，中国大陆是买方，我认为买方占据上风。那中国大陆都向美国进口蛮多的。那现在美国是卖方，我认为卖方目前占据下风。中国大陆每一年向世界各地进口9000万公吨大豆，我们看它需求量是非常大的。那在去年呢，它就向中国大陆、向美国进口了，我们讲钱好了，126亿美元。对，我们现在买大豆126亿美元，买了2700万公吨，对，等于起码非常多的。那现在，那中国大陆到现在为什么没有买？我们看现在是10月，我们看9月中国大陆买了1287万公吨的大豆。但是没有任何一公吨是买美国的，巴西、阿根廷，是这样。那美国就急了，因为到11月的时候，整个大豆都还是现在满坑满谷啊，对，都没有外出去啊。中国大陆是买方，我就是不买。那不买的话，中国大陆总要吃啊。我认为中国大陆有3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它第一个用进口替代，它就找阿根廷就好了嘛。当然会贵一点，但是炒阿根廷，因为巴西买的差不多了，那买阿根廷。那我进口替代市场，我就不买美国，因为在贸易战大家继续要打奉陪到底，那我就买阿根廷，我就是不买你，是这样。我认为进口替代有可能。第二个，中国大陆会认为啊，我们所说到的粮食替代，不见得大豆，有些东西饲料用玉米就可以了，用小麦、还有大麦、还有燕麦可以了。我们这样子，我们大豆少用一些，粮食不要用大豆了，通通都用这个玉米来做这个我们讲这样饲料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就讲到的，它是粮食替代也减少大豆的这一方面，中国大陆不会因为这样就低头了。那这个我们讲进口替代完美粮食替代。那第3个呢，它可以饮食习惯的调控，我们可能少喝点豆浆，少吃点豆类的产品，那可以我们可以吃其他面粉啊、什么米啊，什么都可以。然后呢，因为美国也不进口中国的我们讲的食用油，对，就是大豆油啦。对，那我刚好你不用，那不就我大豆也少买一点了，因为你不，我这个大豆油市场已经变少了，为什么？美国不买了嘛，那我也不需要这方面的大豆，所以中国大陆开始做宏观调控。这宏观一调控之后啊，还真的忍下去了。忍下去等谁倒霉？卖方倒霉啊，是美国倒霉啊。所以我认为目前来看的话，中国大陆买方占大豆市场的上风。好，搞了半天，中美之间毕竟还是中方还是这个买方，买方永远占上风，可以做战略上面的调控。同样的问题再请教姚老师，又怎么看？我们讲中美的新冷战，我觉得现在已经确定进入到中美经济冷战。
也就是中美现在在经济跟相关的层面呢，进行到全面的竞争对抗。我们看之前有所谓的贸易战、科技战，那贸易战就是关税战，啊，从川普1到拜登，然后呢，川普2的时候呢，对全球的关税战，但是以中国为主，然后呢，科技战应该是说现在中美竞争对抗最核心的这个部分，因为科技可以有新经济，科技也可以带来新的军火的这个技术。可是我觉得现在多了2个战，一个叫资源战，一个叫做产业战。资源战，中国大陆用大豆、用稀土，可是你觉得是他首先在打资源战吗？美国的232条款就是在打资源战，也就是钢、铝、铁、木材、制药，那现在又扩大到我讲的第4个层面，产业战，也就是说美国讲的7项就是战略性的产业，包含 AI、半导体、稀土、能源、军工、还有这个清洁能源之类的这些领域，其实现在都已经开始在进行就是争夺。那美国现在要扩大到一些它的盟邦尤其在反制稀土这个层面。我个人觉得中国大陆在稀土这个领域它现在敢这么打，也就是因为它要反制，而且呢，它已经有底气。反制是为什么原因？中国不吃这一套嘛，跟你谈了4次的高层的会议了，结果你还是不断在9月以来在对中国做施压、制裁、常备管辖，所以呢，中国要反制。可是过去如果是被你压制的部分呢，其实反制对中国也是一个内伤。可是现在他觉得他有底气，你看在这些科技战的层面的半导体的设备装置，新凯来，深圳的新凯来代表的就是中国大陆觉得在这些领域我已经可以反制你，有底气。那它的稀土层面有几个优势，第一个技术优势、成本优势、时间优势、人才优势。所以最后你讲到刚才思敏提到的这个食用油，美国用食用油来反制，这是误解，是要做 used cooking oil， 那就是叫做 UCO， 那个是回收的食用废油。美国进口之后，这很大量，因为中国太喜欢用油嘛，所以大量的出口到美国做什么呢？做生质燃料，做什么呢？农业机械的这个燃油。所以美国如果不进口，那你自己受伤受损，那中国就说它有反制，它有底气。所以现在中美之间的新冷战进入到了一个经济冷战的这个新阶段我个人觉得是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危险的循环，越来越激烈。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其实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现在在美国的经济现在拉起警报了，次贷风暴 2.0 是否会重现当时2008年雷曼兄弟的危机呢？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这个消息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赶快来看怎么回事。现在在美国的境内已经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包括实际面都是银行倒闭、车贷爆款，再来就是信贷链全崩。华尔街现在说，这个大咖说呢，已经惊见了更多的蟑螂。美国经济是否面临失控了呢？等一下会请我们的专家来告诉我们。同样的，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包括了通膨也在狂飙现在美国人民的怒吼：咖啡买不起，牛肉吃不起。咖啡到底涨了多少？4个月来，光是星巴克就已经涨价3个月，美国人民叫苦连天呐。包括接下来还有许多的节日，不管是圣诞节、感恩节等等，美国人民如何去买这些商品呢？在最后，我们来关心的是整体的经济上面来看，会有连锁的骨牌效应，因为有了川普的关税战，还有港口费等等，都让通膨现在在全美全面的失控。赶快来看到具体的例子，这个是最新消息在经济上面的警报，次贷汽车的贷款市场现在直接亮起了红灯。美国2家地区银行的股价，包括了锡安银行跟西联银行，都爆出了
崩跌2位数字的一个股价哦，百分比崩跌了2位数字。那么包括他们的商业抵押贷款也被控诈欺，一次坏账就得吞掉5000万美金。我们来看到这个是银行指数了，暴跌3.6%，这是 KBW 银行指数哦，创下半年来最大的一个跌幅。民间贪婪指数更是直接创了一个新高的数字。整个华尔街气氛其实是相当诡谲的。有人说了，这就像是当时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一样的那一个晚上。这个是来自于层次比较高，在银行方面。如果我们来看到实际民众遭遇了什么事情，还有包括了汽车厂商等等，我们来看到，因为在民间现在车价狂飙，还有薪水又没有涨，再加上美国的利率高哦。影响的就是民众这些低收入的族群被压到喘不过气，于是呢就爆发了这个所谓的次级车贷的危机。不管是次级车贷业者或者汽车零件供应商，在近期双都宣布了倒闭的一个危机，包括了在上个月有一间公司，它直接申请破产哦，他说他手上握有10万笔的贷款，全部一瞬间都变成了坏账，让大家都非常的紧张。这一位是华尔街的大哥哦，这个是这个摩根大通的执行长，他这样说，他说看到一只蟑螂而已，代表之后还有更多，是不是次贷风暴现在逐渐的成型了呢？现在市场的整体态度我们也来看到，因为在区域银行指数最新呢暴跌了6.3%。根据统计，现在全美74家银行是一天直接蒸发了1000亿美元，高盛也示警了，包括了美国的私募信贷加高收益债等等，规模已经高达5兆美元。如果一旦倒闭，这个会是一个重点的系统性危机。到底怎么回事？聂老师怎么看？难道次贷危机2.0要提前爆发了吗？我先讲一下哈，2022年有一个高通膨，那高利率的提升，因为2022年大家知道，2020年不是有一个很严重的所谓的我们就是我们叫做那个 shutdown， 美国股市 shutdown 4次，然后利息马上降低，后来就产生报复性通膨，然后美国急速的升息利息之后呢，造成了非常多拥有债券的银行的大跌。大家应该有印象，在2022年急速升息的时候，3月开始哦，然后到了隔年1年3月10号有个严重挤兑事件在矽谷，叫做 SB 嘛 ，Silver Valley 的 Bank， 矽谷银行倒了。那这一倒下去，全球又跟现在一样喊一定会有次贷危就是所谓的系统风险。他们讲次贷风暴，应该讲金融海啸要发生。结果好巧不巧，才一下同时间，这是西岸，东岸又出现 Signature Bank， 就是跟比特币有关银行也倒了，大家更呼声起来了。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当时的次贷风暴，2005到2006，到后来的金融海啸，2007、08到 Lehman Brothers 倒闭的9月15号，以及这个 Merrill Lynch 被 BOE 并去的9月10号，那时候。情况是因为贪吝，所有的投资银行开始去包装，那个真正是让次贷的人全部都去随便的胡乱放贷买房地产。这个所谓的次级房贷，我觉得你要把次级分析，次级叫 subprime， 这个是不是真的次级？有，汽车有可能，因为汽车有的就是像中途迪额，他们也会给次级的人去做贷款哈。那我不管怎么说，也就是这些为了卖车，他有可能在审慎不严格之下去贷的。但这种都属于小众，因为真正的银行其实被把关的蛮紧，尤其经过金融海啸之后。因此，如果你要告诉我次贷风暴是不是又要再产生，我觉得不太可能，系统性风险也不太可能。但是我必须说明，的确美国的这个不管是关税去打出关税产生的通膨，造成很多的人民，他以前要买日本货中国货也被课高关税，一开始很多在 Amazon 卖货的人很多就倒了。当他失业了，他这个又通膨，他生活的确会困难。不过要维持信用的人还是一大堆，不是次贷的人。如果今天都是次贷人在银行，就会产生这样的系统风险。那当然这时候呢，我想补充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因为刚刚大家都讲到，我是不是能讲一下刚才那个 good oil 啊，它叫做地沟油或垃圾油。其实这个油刚刚几个将军啊，我们都讲到，对不对？它不是一般的食用油，它那个就是什么？就是他们讲说那个回收再利用的油，它用去刚刚讲到机械什么的，这个马达的运转，或者甚至飞机的载续航的那个机油有没有？那我相信几位将军都清楚，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低成本的油。那美国真的怪，他自己自埋炸弹，他这个人家不买你大豆，你就不买人家地沟，那个是你需要的，又是刚刚讲的那个叫做 demand， 就是我讲这个 demand electricity price electricity 比较低的，你明明就要买便宜的东西嘛，那你不是让通膨更高吗？所以这个东西啊，我只能说现在金融海啸或者次贷基本上不会有，但是以美国现在的做法，通膨用关税又打，这一次便宜东西也不买。还设价格下限，请问一下，不会通膨吗？你关税已经让鲍威尔都不敢降息了，你现在还要这样子？
我告诉你，不久的将来通膨就会起来。我的意思说，中长期这不会是新闻风，是美国本土的未来，他们美国国内里面的金融的一些乱象有可能产生，倒不会是全球的系统风险。好，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那个就像这个2008的这个雷曼兄弟的这个联动债的这个风暴，我认为不会发生。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美国的经济状况会看坏。为什么？他要限缩，因为国家负最后的总成，负最后的责任。这些不管是现在加密货币、虚拟货币这种衍生性的商品，那么多的问题层出不穷。又私募信贷，还有这个总借贷，刚才讲了是5兆美元呢，居高不下啊，你怎么样去打消？国家在后面做保证，国家也不容许这些我们讲到的这种次贷风暴爆发。那一爆发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啊，马上进入经济衰退啊，国家可能容许吗？但是问题是，美国的压力会更大。为什么压力更大？它有3个结构性因素。第一个，美国自己的国债就有37兆美元国债扛在身上啊，这个包袱甩不掉的。明年的话，2026年到38兆美元，它这个国债太重，让它这个能够要付的这方面的我们讲的弹性的空间，能够承担的风险，还有面对这个冲击的压力降低了，是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第二个，我们看美国的通膨，美国的通货膨胀到现在为止今年是2.94%，2.94%，也是高哎。你的通膨越低，那会高了，我可以忍受的空间越大。但是你通膨高哦，你要忍受的话，你可以忍受这个通膨要更高吗？没有，你空间压小了，你通膨高了，你才能够忍受的这一方面的经济上衰退的力量就变弱。还有一个我们讲利率，美国现在利率是4.25%，也是过高。对，你可不可以说那把利率降下来，让大家多活络着？不可以，你降下来之后，股市又炒上去了。但要股市炒上去，又造成贫富差距，社会问题更严重。所以们每一个都是几乎是联动的，所以造成美国政府这方面的压力会面临压力很大，因为它要做一个最大的管控。另外我们来看，今年的股市跟去年2024年12月30号已经涨了3000点，现在道琼工业指数是45920点啊，又涨了3000点了，居高了，对，居高让你变成缓冲空间受压缩，对，所以美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可能会更谨慎、更小心的去应对。是好，另外一方面是美国的国债啊，还有国债的问题，债台高筑，然后利率跟通膨等等的问题，再加上股市现在其实跟美国实际的经济不是成一个正比的，我们要来持续看到，确实现在美国底层的民众感觉在生活上越来越困难了，尤其这是联准会主席鲍尔自己说的，他证实了现在美国的就业确实在放缓，而且失业率不断的攀升，加州失业率现在是5.5%，正式进入这个叫做就业的衰退期。刚刚提到了星巴克4个月涨3次，牛肉价格每磅来到6.3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美国人超气的，他们说呢，我连咖啡都买不起了，你现在跟我谈什么美国梦呢？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港口费到关税战，全部美国人自己都要买单。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这个问题还会持续的加剧吗？杨老师怎么看？在9月初的时候，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就公布了8月份美国的就业人口，那来到2.2万，结果呢，就整个造成大家恐慌。为什么？因为市场预期应该是7万到8万，它只有将近1/4的数字。然后，这个川普在上个月，就是上个月，他还因此在这个之前开除了劳工统计局。就劳工统计局出来9月份出来的数据，8月份数据是2.2万，哦，可是呢，高盛还批评他，你这个数据有问题，因为中间有36%啊，将近40%的数据用推论而来，那你算这个就业率的数据居然是用推论的，就有一些东西他不敢放进来，一放进来就会出问题。果然到了10月初他没有公布，为什么没公布？因为政府关门，哦。可是政府关门没有问题啊，劳工统计局不公布，有一个美国的人力资源公司，几十年来他也做叫一个报告，所以他们把它叫小非农报告，小非农就业的这个报告，也就一般的就业，结果他的这个数据出来，大家一看到不得了，整个就业人口其实是2年半以来的最低，负成长32%，那不得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就业的情况非常严重。不过，其实你可以想象的了，因为现在关税战不明，
然后呢，整个美国的经济不明，然后美元的这个价格这个也不明，因此呢，就出现到大家这个股市是跟着川普在不断的喊话，可是另外一方面，雇佣人却不断的在减少，因为大家公司或者雇主不太愿意敢去雇佣新的人，这个时候呢，失业的人口另外一方面呢，却不断的在增加。那他现在用一些这个技巧性的数字，你只要6个月之内有工作1个礼拜就不叫失业。那这个在台湾就完全不得了，那这个失业率一定非常低了。所以你就了解现在它不止数字去用推论的，然后呢，它认定的标准也越来越宽松，才得到一个市场都不能接受的。我讲这一段就让各位了解，美国现在的就业情况非常严重，那当然就影响到整个它的这个经济。讲一些其他都假，就越来越清楚的数据越来越明确了。对，这是民众实体的经历的事情哦。厉将军又怎么看？鲍尔为什么要依据加州的失业高达5.5%，他就要准备降息了，而且他已经公告了10月份他要降息1次，年底还有可能再降息2次那代表说是美国失业确实是很严重。那主要是从加州跟纽约这2个州的表现，我们就看出来。加州在美国来讲的话，它的 GDP 高达4.1兆美金。如果将它抽离美国，单独跟全世界来比较的话，它等于全球是第4大的一个经济体。是。那纽约州是第11大的一个经济体。那这2个州通常在美国的经济上面来看的话，他们会将它形容是矿坑里面的金丝雀。如果这2个州出问题，代表说是美国紧接着就是拉警报了那现在纽约这个州，光现在今年的这个份额来讲，就少了21万份的工作少掉了，所以它失业率会这么高。这也就是为什么鲍尔要赶快降息。那目前来讲，美国的 CPI 指数看起来来讲，虽然说还没有大幅的飙升但是那是因为前一阵子，因为这个从川普宣布解放日4月1号开始，很多的进口厂商他赶快的拉货囤储在仓库里面。那这些仓库的货目前来讲的话，还可以应付一阵子。但是如果说这些货都卖完之后，紧接着下来的话，那势必是通货膨胀是在所难免，势必会跑不掉的。尤其是这个川普来讲，在这时候又增加港口费的状况之下，那势必这个火上加温让火上加油，让这个通膨更严重。那尤其是说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嘛这个美国现在会走成这个样，这个妖不就是川普自己本人吗？你这个美国自己本身要喝咖啡，特别咖啡最大进口国是从巴西进口，那你自己对巴西征50%的这种高额的关税，那你不是推升自己的消费指数吗？难怪美国现在民众来讲喝不起星巴克，大概他们反而会去喝中国在那边扎根的瑞幸咖啡它属于比较平价的咖啡。就美国人来讲的话，他现在变成说只要求有咖啡因就好，已经不再讲究喝咖啡的仪式感。他们原来很讲究喝咖啡仪式感的，比如说什么品牌啦、什么拿铁啦这个要有这仪式感。现在来讲，它大概只要有咖啡因就可以。那瑞幸咖啡这种低价平价的咖啡，大众化咖啡反而能够打进美国市场。那牛肉也是如此这个巴西的牛肉事实上是美国他们最喜欢吃的牛肉。你知道美国的汉堡里面大部分都是用巴西的牛肉，因为他们是用草食味的牛肉，所以那个肉汁特别的鲜美。那你对这个也征那么高的关税，那你不是让美国很明显的咖啡也喝不起，牛肉也吃不起？我觉得美国后续来讲的话这个通膨指数一定还会再再推升了这个从这个联准会主席 FDI 这个鲍尔所讲的这些话，他预期说是这个今年来讲还会降息2次，代表美国的就业状况是非常的糟糕，然后通膨紧接着就会拉升。我想这个美国的经济看衰大概是跑不掉了。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俄乌战
战争的最前线，今天赶快带观众朋友来关心的是这个双普会即将要登场了。现在大家就在看说，不是会不会美俄要密谋2度的再次瓜分乌克兰，拿下什么样子的利益呢？等一下我们来宾会做解答。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现在乌东地区已经正式的沦陷，尤其库比扬斯克已经正式的失守了，怎么回事？等一下一起的来关心。我们来赶快来看到是在普丁跟川普通话后不到48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外媒已经爆出了2个人已经谈好了，会在未来2周内双方再度的碰面，地点也已经选定了，就是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大家也在关心了，会不会上一次的这个双普会，川普拿下了乌克兰很重要的矿产资源。这一次2个人碰头，川普是不是又要拿下什么样的东西？双方又要交换什么样子的东西？那乌克兰会不会被卖掉呢？不管是乌克兰的矿产等等，或者是乌东地区等等，会不会都给了俄罗斯呢？到底会来交换什么？杨老师怎么看？现在在整个俄乌战争的情况，战场的情势其实非常清楚，俄罗斯占极大的优势。那乌克兰泽连斯基这边就一直想要战斧飞弹，那川普也不断的就是说是放话说我要给你战斧飞弹，可是战斧飞弹一枚要140万，然后呢，你战斧飞弹的基地又很容易变成就是被攻击无人机攻击的这个标的，那你能够打多少枚，能够打到真正怎么样的这个就是军事设施？如果真的打到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俄罗斯会不会这个怒的反击进入到北约，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结果果然，我发觉都是在演戏。因为现在他们2个通话，那川普也说不会给你战斧飞弹。现在另外一个讯息是得到什么？川普跟印度的莫迪通电话，他对外公开的说，莫迪已经承诺不要再多买俄罗斯的石油。那可是，在印度的外交部却没有承认这个事情，也没有否认这个事情。不过以现在的国际的油的价格不断的在下降，我们看到布兰顿的这个原油大概61块美元，西德州大概是57块美元，所以油不断的下降，显现什么东西？在地缘政治上显现一个什么？战争的情势在缓和当中，油价才会下降。那目前油价下降是不是显示了从加沙到俄乌战争这个情势会缓和？那因此呢，就看到这2个人如果未来在匈牙利真的见面，会不会谈出一个新的框架？因为川普知道他真的在这个帮助乌克兰下去，那是个无底洞的。所以这个时候，普丁可能大概也就不是那么在意印度不再买他的油。如果战争有一个框架出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定局出来的时候呢，也许这个战争的这个冲击或未来的经济的这个制裁都可以缓和下来。不过先不要那么乐观哈，我们先看他们这个戏要怎么演。可是呢，我觉得大的方向从不只是外交层面、战场层面，我们也看到油跟经济的层面都反映出这个方向。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普会在一起，很快的2周后就会正式的来举行。在这一次，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战斧的飞弹，为什么在这一次会成为这个川普谈判的重要筹码？等一下也请张将军来带我们看。因为呢，现在看起来战斧飞弹它的重要性，包括它是美国最高精度的，而且是远程的射程的长巡弋飞弹，具备的是战略打击的一个重要价值。那这一次呢，其实呢，川普也坦言了，会以此作为他的谈判的筹码。他也趁机在这个时候有一点是语带威胁吗？他问了普丁说：“我送几千枚给乌克兰，你是否会介意呢？”当然了，这克里姆林宫是立刻的回击警告，他告诉美国说：“如果你敢援助乌克兰战俘的飞弹，那么会破坏和平进程，会导致这一次的局势持续的升温。”张将军怎么看？到底这个飞弹有多致命？川普为什么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筹码？我认为这个要打这个战斧巡弋飞弹这个牌，我认为效果还是有限，有效果，但是还是有限。因为战斧，大家为什么很重视战斧？因为战斧它有3个特色：精准度很高 ，GPS 跟惯性导航双重定位，所以打哪个目标几乎就可以命中。它就是这个精度非常高。这个我们讲到的圆周弹道误差很小，就是可以命中目标的意思。第2个，它的射程也蛮长的。最老批号都800公里，那现在新的已经到第5代，打2000公里，2000公里那可以打到俄罗斯里面的很深，可以做一个纵深打击。第3个就是我们讲到的，
它有抗干扰能力。你要去干扰它，也不好干扰，它抗干扰电战能力也蛮强的。换句话说，你要把它干扰掉，没那么简单，你可能就硬杀。想软杀战斧巡弋飞弹，困难度高，你只能硬杀。那硬杀它又掠地飞行啊，你怎么去硬杀？也蛮难解的。所以大家对战斧蛮重视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它现在到第5批号的话，一枚将近200万美金，就是6000万台币一枚。你看看这个打仗就是要钱嘛。那为什么说效果有限呢？因为这个我认为跟 F16 给乌克兰有改变战局吗？没有。或者幻象2000也给乌克兰，乌克兰拿飞的幻象2000去这个初级任务，有改变战局吗？我认为给战斧也不会改变战局。这个会招致俄罗斯3件事情，第一个。更大的报复，你这样子，你用战斧是不是？它更大的锆石也过去了，还有这些无人机通通过去，这个我们这样的这个冰雹、火箭炮大量对这个乌克兰战场在使用，或者大量的自杀无人机过去，会做更大的报复。第二个，俄罗斯会占更多的土地来报复。你现在知道了，红军城要失守了，库比扬斯克也已经失守了。就是他占更多，为什么？这个就是战争的代价，他要获得这些领土，来填补俄罗斯所付出的军事风险跟军事的这种我们叫军事的耗损，他拿土地来做弥补，这是俄罗斯的一贯的看法嘛。那第三个，我认为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出乌克兰有扭转战局，对最后的结果，我认为是没有办法改变，到现在为止看不出来。唯一一种状况就是西方国家政治出兵，但是不会出兵了。那这样的话就没办法改变战局，乌克兰还是面临苦战下风，到最后面还是要面对割地的这一方面的结果。这方面还没有，我认为还不会改变。好，我们现在刚刚看到是在政治外交上面美俄之间的互相角力。不过我们来看到实际的战场，现在俄乌的战场的第一线又是如何？确实，现在乌克兰可以说是节节败退，尤其今天要来关心到的就是在乌东这边了。俄罗斯现在猛烈的攻击乌东地区，结果造成了库皮扬斯克40个村庄，乌军已经确定并且宣布了，大家赶快全面撤离吧，因为防线已经几乎崩溃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俄罗斯则是打得非常的剧烈哦，这个前线的伤亡虽然是已经站到最前线，但是它的伤亡竟然是不断的在下降。那来自于英国的情报做了一个分析，代表他们说呢，俄罗斯已经逐渐掌握在前线的一个打仗的节奏，不再打的是人海战术，而是包括了用远程炮火跟无人机都可以做精准打击，展开了这种非接触式的战争。接下来乌东会不会沦陷，已经成为定局了吗？厉将军怎么看？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你在战场上面得不到的哦，那你也不要想要在谈判桌上面得到。那这次来讲的话，当然这个普京跟川普两个准备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来谈判，那我们当然要看战场的一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他们两个人哈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突然通了第8次通电话，而且讲了2个半钟头。你刚刚讲这个战斧巡弋飞弹，就是在今天早上他们两个通话过程之中。这个川普跟这个普京讲了这句话哈。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他们两个在这个今天早上通完电话之后，大概明天还是后天，川普要见这个泽伦斯基啊，泽伦斯基要去白宫，他就是去那边就是要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川普已经讲明，已经有讲这种话出来，就是我美国自己也需要，我不能将我的资源耗尽，那一枚是很贵的，所以看出来川普又开始踏过了，在战场上面他已经又开始退缩了。那库比扬斯克，这场战役确实是，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俄乌开始开战的时候，俄军就曾经攻占过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是顿巴斯的北边。这个地方攻下了以后，紧接着下一个目标就是红利曼跟伊久姆，然后再来就是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2大城市，就直接可以威胁到这个哈尔科夫第2大城哈。那后来那是因为这个扎卢日内就是这个乌克兰的总司令，当年来讲的话，他组织了一场反攻，在北约的支援之下，他组织了一场反攻，将这个地方俄军推回去。那俄军也很厉害，他这次战略来讲的话，这个我也蛮佩服。他有一个战略叫做什么？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主动后退了。
他就不打了，我直接后退，保留他的有生战力。这时候他又打回来，今年他又打回来，库皮扬这个，所以这个地方战场上面是战略要点。我们从这个双方来讲的话，这次的战争双方这个争夺反复的夺取就会看出来这个地方的一个重要性。那目前来讲啊，乌克兰紧急下令撤离40个村庄。我这边要提醒大家，不是撤离40个村庄的老百姓是撤离这40个村庄里面的乌军因为老百姓你没什么好撤离的嘛。当然我就是撤离乌军。这次这个我觉得泽伦斯基也学乖了，他以前几次的战役，他不管是这个都是打到最后，他为了争取这个北约的军援，他都叫他部队死守在这里面，我们称之为绞肉机的战争，所以说造成他很大的伤亡，最后都是全军覆没然后没有保存他的战力。那这次来讲的话，他其实已经从北边、东边跟南边已经被俄军包围了，然后他这个时候赶快紧急撤离，那总共有5个旅的兵力赶快撤离，来保存他有生战力。那他可能会在后面195或者红利曼这一线组织第2线的防御阵力就军事来讲，这个动作是对的。那我们在讲说俄军为什么伤亡会减少，我觉得有很多原因呢。第一个来讲的话，他可能经过这将近4年的战斗，他的这些老兵作战经验都非常的丰富他知道怎么样去这个隐蔽。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有可能是我认为是乌军来讲的话，他们士兵的素质在逐渐的这种就是落后，因为第一批原来最精壮的部队大概都已经打光了如果说是按照乌军现在他的伤亡数来讲的话，他大概已经是第3波的这种军人已经被拉到前线去。那士兵的素质一定是一代不如一代嘛，你没有经过很专业的训练，或没有很经过这个很长时间的磨练来讲，你贸然叫他到战场上面，那他当然他的作战效能就会减低，当然对俄军的造成的伤亡就会降低。所以我觉得很大一个因素可能是乌军代表他们的战力已经逐步在下降。好，谢谢厉将军。尤其在乌东地区，现在乌克兰可以说是节节败退那现在，所以也在此刻呢，乌克兰开始指控了，他把这个错也一起怪给了中国大陆。他说，大陆你一直在帮助俄军做这个小型的雷达，用来防御我们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当然了，中方已经做了最新回应，他说这只是民用的安防设备，网络上俄罗斯随时都可以自己买得到也代表了说现在也是这个 AI 战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了吗？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这个事件是这样子那个你知道有人杀了人，但是呢，他不是他杀，就是有人在地上捡到一把刀，他就会说这个刀就是你的，就是你杀的人。那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都有所谓的 Made in China 在中国制。那你觉得这个市场经济下自由买卖，那你去买得你想要的东西，会不会有可能是 MIC？ 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你要知道这个当然，从获利的角度，这个大疆也好，或任何一个无人机制造的这个我们对岸的这无人机公司，它当然想要创造获利，要尽量卖，而且他们的生产速度、生产效率真的太快了，因此全世界都有卖出。所以我觉得你要欲加之罪，当然何患无辞，或者你要用一些影射做一些文宣认知战，你当然可以说，你只要看到这个东西，就是说他们的主人有用。你看狗咬到人，他说是狗，它的主人叫这狗去咬你的，你知道吗？可是这主人很莫名其妙，这狗它自己跑的，我怎么知道？好，现在重点就是这无人机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对岸这个养的非常多的狗，它到处跑到了各种商店，那它这个被谁买去了？它咬了谁？你怎么会知道呢？好，不管怎么说，你说这是对岸说去手死了这些无人机，然后一定要卖给这个俄国去打乌克兰嘛？我觉得这当然不属实啦。我只是讲说民用和军用是2回事。如果他真的卖了非常多军用，放了炸弹或者放了一些攻击武器，我觉得那这真的是可能有一些我们讲说真的是有一些战争的一些联合或者一些阴谋了我只能讲民用，那我觉得就不要想太多，因为现在谈的都是民用，不在攻和防之下嘛你可以看到在攻击的无人机，当然它可以做各种影像这个情收甚至资讯的传输等等的。当然这个使用的人不一定是就是做的人嘛。那比如所有人买了，他这边遥控，他就遥控导引嘛，对不对？那防空当然你也一样，从民用去买了所谓的防御系统，因为那个中国在 AI 他们的整个这个科技和配套 AI 已经做到还不错的一个水准。那它的雷达的这种探知就已经到一种可以防御的这种这个还不错的一种程度。当然
这个在军事中就有人会去买这种民用的东西来做防御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可以用在军事上也可以被用到，即便是民用的，也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子，你说啊买了谁的东西，就我刚刚那个形容，你可以理解的，就是这狗咬了，你不能说是一定是那个老板这个主人叫狗去咬的。是，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观众朋友，今天在军事上面的消息，我们赶快来关心，在歼10现在全球狂销百架，为什么这么的受欢迎呢？等一下，我们就军事上面一起来做比较细节的一个解读。南亚的天空现在确实再度画出了来自于大陆战机的一个身影。尤其大家还记得吗？今年5月份当时的印巴空战因为巴基斯坦的空军它靠着大陆的歼10C 成功击落了印度的战机之外，还包括了法国的标风，让歼10C 现在是一战成名了。所以呢，大陆的这个歼10C 就开始不断的外销。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已经印尼的方面呢确定要下单了，买的是42架的歼10C，那成为第4个在全球引进歼10C的国家。埃及现在也传出要来做购买，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前4名购买歼10C最多的国家，首先第1名就是巴基斯坦72架，乌兹别克24架，那么孟加拉12架，跟印尼的42架。印尼之所以我们今天拿出来特别解读，就是因为它是首次的采购来自于非西方的主力战机，也象征大陆正式的打破来自美欧在东南亚的军武上面的封锁。到底为什么大陆的歼10C能够受到这么多国家的注意？先进战机现在已经追上欧美的国家，还是因为它的 CP 值真的比较高？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歼10C，因为它有3大优势，还会抢得这个东南亚的市场，将来可能还会抢到这个中东地区，甚至北非，甚至可以推到南美洲这个市场。那哪3个有？第一个，我认为价格优势，它现在的价格大概6000万美元到8000万美元一架，你看你相当的配备。这个你要用哪样子的相位阵列雷达，发动机你要不要多%多少的备份等等相关的，要不要这些行价测单，要不要买？这个决定它的价格。大概一架，如果是专任阳春，大概是6000万美元。那其他的你要加相关配备是8000万美元。但是跟西方国家不管标风战机或 F16来看，便宜多了。你 F16一架就是1亿美元，你一看就知道就是贵了。那标风战机一架1亿5000万美元，你要不要？因为它是第4.5代了，所以相关来看它有价格优势。第二个，它有这个实战的优势，因为实战就验证了，在5月7号，今年5月7号印巴空战，它就验证出来。这个你看看它打得好不好？打得可以吧？你可以把4.5代战机的标风战机干掉，行不行？人家可能就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很铁证的一个例子。那有实战的优势，大家就会来做采购。这歼10C的现在要卖到印尼去了，可能是东南亚国家第1个拿到，那可能就是印尼。那第3个优势在哪里？第3个优势就是人体工学跟座舱资源管理的优势。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最红牌的81飞行表演队就是用歼10C，它在2009年到2023年用的是歼10A，到2023年前年开始换歼10C。为什么一直用歼10系列呢？因为它稳定。你要做这个特技飞行各种总共有18到36套这种空中这个立体的科目，那你用歼10C表示你要稳定了，你不稳定，你要做这种编队特技飞行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是整个8飞行表内有多少架歼10C？11架。这11架最的平常编队是11架在编队那这个大编队咱们在空中做立体科目的拉升你的稳定度还有安全度要非常稳定才可以不然在空中撞在一起还得了？而且它的距离那么近，又不是平面飞行，是立体飞行所以看那它的表示它稳定度可靠都很好。然后另外一个很容易来飞行训练，你很容易飞行训练，大家很容易进入状况，不会说太高难度太高，系统好复杂，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整合，然后我这样来训练就没办法发挥飞机的性能。它有这方面的优势，就是它的人体工学跟座舱资源管理，它已经考虑到面面俱到了，才会让它的安全系数做提高，然后这样做外销，别人买家也会看
他会做很多的这种机型的比较，不管是价格、性能各方面，还有安全性，都会做考量。可能那就是印尼也就要下单了。那印尼下单，在地缘战略上会做一个突破点。那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会不会看到？因为印尼也买歼17，其他国家也会不会请而就是效尤来也下订单呢？我认为不无这样的可能哦。因为有地缘之力。那既然印尼释出了，那美国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态度是如何，其他国家也会来这边学。那换句话说，歼17的这个市场，我看还不止于印尼，可能还有扩张效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印尼的购买歼10C，刚刚张将军帮我们就这个战力，这个歼10C具体的战力来做一个比较细节的分析。那政治上面做一个政治上面的分析，尤其在地缘政治下，接下来也代表说大陆跟东南亚的国家的关系发展越来越好吗？那也代表说东南亚正式的突破来自于这个美欧国家的封锁吗？等一下我们也会请杨老师来特别帮我们做解读。先来看到几个重要人物的说话，尤其是在印尼确定要买歼10C之后，印尼的国防部长就说了，很快的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加达的上空就会有歼10C在做飞行了。前环球时报的总编辑也认为说，印尼终于走出了一个自主独立的一个重要示范，这是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重大的一步。那尤其呢，包括了美媒的专家也说了，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现象，代表东南亚弃美潮正式开启。杨老师怎么看？印尼其实在去年2024年11月的珠海航空展的时候，他的国防部长就已经是对歼10C表示高度的兴趣，因为印尼到目前为止正处于要更替他过去长久使用的F-16，还有苏30。那可是在此之前，他已经确定下单买了法国的标风，还有呢这个土耳其的可汗。那可汗事实上根本还没有飞这个测试过，他就买单了。我觉得真正这一次印尼买歼10C的重要的意涵，倒不是只是在中国大陆的军武进入到主要的国家，而是这些国家开始在脱美自主。过去只有西方的系统可以买，尤其是美国的。对。可是美国，你看看在整个加沙战争，尤其是让以色列去打这个卡达，那使得整个中东地区事实上是非常的紧张。那所有的穆斯林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美国保持距离。那现在来看到呢，在今年5月的印巴空战当中，印尼的副国防部长就公开的讲，这个歼10C在印巴空战得到实战的验证，因此呢，当然它的价值是这个可靠的哦。当然，印度很生气这个话，可是这是事实啊。所以真正的重点其实是在这一个转机，尤其是川普现在对全球的关税战以及它的战略收缩，战略收缩是很重要，因为它整个开始以国土防卫、本土防卫为主，而不再是在全球750个军事基地里面做全面性的安全承诺。所以各国当然要转换它的整个武器系统，因为这个武器系统不只是军武，它也是后勤、补给、训练、人力、设施全套，甚至将来跟中国有可能发展战略合作、共同演习这些东西出来。所以他前面特地还去买了法国跟土耳其，我觉得土耳其根本是赚到。他目标其实就是要买这个歼10C，可是呢，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去靠向中国，而是要寻求一个脱美自主。因为中国并不要求别的国家说你不可以用美国的系统，你要用中国的系统。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的战略的意涵是多重的。好，东南亚国家这一次终于在买了中国大陆的歼10C，展现了脱美自主化的一个决心。接下来就看着其他的东协国家会不会也做类似的事情哦。那其实我们也来看到，现在呢，突然间有一个最新的数字哦，是来自于世界现代军机名录的一个最新排名。这个排名蛮有趣的，等一下请聂老师来带我们看。因为呢，这边正式宣布说，印度啊在空军上正式超越了大陆，成为全球第3大空军强权。那现在做了一个排名，第1名是美国，再来俄罗斯，接着印度则是才是中国。大家也在看说，到底为什么印度会超越中国呢？那这一篇报道也特别做了分析，说印度的空军进步的不只是它的数量而已，还有它的精准的打击能力，跟它的指挥、调度、协调、战略范围等等，已经从防御性的空军正式转向了区域制空主导者。真的是这样吗？聂老师怎么看？这个东西我看了以后呢，当然会有点质疑，但是你也不要说忽略它这个报道。
我先讲一下这个报道是从新闻周刊嘛 Newsweek 出来的，他用了一个公式叫 TVR 这个 rate， 他就比较用一些 criteria 丢进去算出它的分数。全世界当然怎么算都是美国最强了，他从数量从各种他们自己这个不管他们先入为主想象的一些他们认为的攻防的一些精准的一些这个分数都算很高，是242分，这样243，印度是61分69分，而中国只有58分。所以呢，连那个海上的那个空地都算进去的话，前2名都是美国。如果只算空军的话，那如果全算的话，印度第6中国第7。如果只算空军，当然就是苏2嘛，然后再就是印中。但现在印中为什么追上呢？那答案就是刚刚讲，除了数量之外，那数量之外，这数量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印度他自己没有在生，他很想要自主制造。所以呢，他有去向那个俄国去做苏凯57，希望他帮他，而且苏凯卖的比较便宜，还协助他制造。这就是川普除了他买苏俄人员不爽，还买苏俄飞机不爽的很多原因。但美国也有卖这个印度飞机，所以他也向了法国买，所以他买的飞机是世界各国买，所以他配套真的各国的种类都有，各种军备都有。可是相反的，中国是大部分都是自己制造。你接就是中国所出现的，不管接10、接15、接16，甚至未来的这个神飞接这个26接36神飞接这个接50，这个他们自己制造。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对岸的所有的战机，他们是刚刚讲到的实战出去接10，它也不过一个世代战，却能够这么的能够把标风打掉。我觉得是你有没有真的出去打仗，或者是你真正里面的配套的真正的精髓有没有被这个所谓的 Newsweek 去抓到的原因？所以我在想，因为它里面分析我稍看一下，他说。印度除了这个数量多以外，1716架之外，它的后勤还有现代化的攻防力都很强。那中国输在哪？训练不够。好，那当然训练这个是看人看。再来就是近距离的支援能力，它尤其讲这空接的支援能力就差很多。还有轰炸机部队不够。好，那当然就扣了很多分。不过我讲所有东西分数真的不能表示一切。那我们就看看就好了。或许另外一家报道就会报道又不一样。我们只能说 Newsweek 也是这样报道，就不要信以为真，就看看就好了。就像学校考试今天出了一种题目，有一个人就考了第1名，另外考第2名。你真的出去，你说这第2名的真的就比第1名的这个实力差，这不一定的。但是我必须说明，这个印度是非常的虎视眈眈，一直想要提升它军事实力，也想国防自主，这是绝对的。可是真的，中国已经做到国防自主，也就是中国呢是一种潜龙在海中，它的龙身也很长，它随时会跳跃更高。等到它一展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秀妈手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再去报道会比较真实一点。好，多个国家都在秀这个国防自主。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还要讨论的就是南韩。南韩则是祭出了它的最新的飞弹在年底前呢，它宣布呢这个玄武5的飞弹，号称南韩版的东风26正式的部署了。这款飞弹的基本资料，带观众朋友也稍微看一下：长16公尺，重量36吨，弹头8吨，射程最多5500公里，可以摧毁包括了北韩的地下设施。如果换轻的弹头，可以将整个大陆都在射程范围之内。南韩防长是这样说的，他说15枚齐射威力是可以比较核武等级的，被称为是怪物飞弹。那现在比较敏感的事情是，包括了被大陆刚制裁的这间韩华集团，竟然传出得卖菲律宾这个反舰飞弹，厉将军怎么看？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它总共有这个18个轮子，代表这个飞弹的重量是很重的，所以它的弹头重达8吨这个你知道8吨我们以这个美国 GBU-57就是上次 B-2 轰炸机去轰炸伊朗的钻地弹来讲的话，它的重量是13吨但是由轰炸机高空投弹跟这个从太空重返的话，那重力加速度，我觉得它的效率来讲，绝对不会差这个 GBU-57太多。在这个 GBU-57可以打穿这个60公尺厚的一个钢筋水泥，所以我觉得这款导弹也应该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第二个来讲我们看到这造型就知道，它可以这个车子上随时机动也就是说你不容易捕捉到它发射的位置，它可以从这个山洞里面开出来，也可以在任何它想要发射地点来发射，而且它是属于一种冷发射。什么叫冷发射呢？你看这种弹体就知道，它刚开始是用这个空气压缩把这个弹体弹出它这个弹坑以后，再点火，再开始这个升空再做攻击。
那这种冷发射方式当然也可以用在军舰上面，所以它也可以将这款导弹装在它的这种军舰上面。如果说是到黄海地区去，然后换上比较轻的弹头，它当8吨的弹头，8吨重的弹头来讲的话，它大概只能这个射程大概是800公里左右如果换上比较轻一点的，就可以到达最远可以到达5500公里。但如果到5500公里，势必它的弹头重量可能大概是几百公斤，杀伤力就没有那么大了。那但是问题是说，它如果说在黄海地区发射，确实也可以攻击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可是你有这种武器，你可以打到中国，但是我不认为它会做这种动作。为什么呢？因为它现在最主要的加强威胁敌人。